嗨，大家好。随着全球疫情迅速的扩散，疫情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美国。时至今日，美国的确诊人数已超过20万。而在每天不断刷新着确诊数字的同时，疫情也扩散到了美国的军队。即在加首纳空军基地，2名美军飞行员经过检测确诊后，美国的海陆空三军无一幸免，均有士兵染疫。而其中让大家颇感意外的是，截至今日，美国已有最少2艘航空母舰发生了疫情。除了停靠日本母港的里根号之外，一直在海上漂浮的罗斯福号竟然也有士兵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美国现役共11艘航空母舰。二战之后呢，美国一共就建了5个级别的航空母舰，非常好记啊。它们分别是弗莱斯特级4艘、小鹰级4艘、企业级1艘、尼米兹级10艘，还有福特级3艘。现役的呢，一共是11艘，是尼米兹级的全部10艘，外加一个福特级的福特号1艘。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大家伙是怎么被感染的，以及美国的这11艘航母都在哪里，它们危险吗？看过美剧《末日孤舰》的想必知道，当全球性的瘟疫发生，漂浮在海上的航母如果不随便跟外界接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效的自我隔离和保护。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又是如何被感染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跟踪一下它的运行轨迹。我们知道，美国航母共有6大母港，而罗斯福号便是在2个多月前的1月11日驶离其加州圣迭戈的母港，终点站就是中国的南海。其目的想必大家也了解，过来秀肌肉的。一直关注中国南海三沙动向的朋友，对这艘航母应该不会陌生。当然，回到1月17号这个时间点，那时距离武汉封城还有1周的时间，中国除武汉外的其他城市生活如常，世界对于病毒都不太了解，更加没有恐慌。那么病毒是否是在罗斯福号出发之时就已经跟着士兵登舰了呢？在这里先打一个问号。罗斯福号出发后，虽然横跨整个太平洋，但并非一蹴而就抵达南海。在2月中旬时，先抵达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关岛，这也是他被染疫的另一个可能点。然后到了3月5日，抵达此次远航最重要的目的地越南岘港，并开启了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包括部分越南民众可以获准进入航母参观，而罗斯福号上的5000名美军水手将轮番上岸，前往岘港市进行旅游。这个时间点，也就是3月初的时候，世界对疫情又有了哪些变化呢？中国自武汉封城后，恐慌情绪迅速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全都严阵以待，检测防疫都尽量做到滴水不漏。而当时的越南呢，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上将麦克吉尔迪表示，在罗斯福号抵达越南时，该国共出现16例确诊病例，且集中在越南北部地区，也已经痊愈，所以访问照常进行。简单来说，在那时美军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同样的忽视还发生在几天之前的印度。当时美国总统在2月24日和25日访问印度，川普和莫迪相谈甚欢。那时候的全世界都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人的事情，关美国和印度何事呢？在那时候，印度也只有3例确诊，所以当时很多专家都跳江出来说，这个病毒在热带高温气候是不会传播的。那这些专家没有说的却是，新冠病毒的一大特点就是只要你不检测，就保证不会有病例。所以无论印度的真实数字到底是多少，现在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已经宣布封国了。好，回到罗斯福号的越南之行，美军到访越南的目的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反共反到骨髓里的美国人似乎忘记了，越南也是一个共产国家。而就在几个月前的埃塞克斯郡的39人偷渡事件刚刚发生时，美国 CNN 记者还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质问华春莹说，为什么建国70年，中国到现在还有人偷渡？而在最后证实39人全部来自越南时，这些 CNN 的记者却选择了集体晋升和消失掉了。看来这些媒体真的如美国总统川普形容的一样， Instead of asking a nasty, snarky question like that, you should ask a real question. And other than that, I'm going to go to somebody else. Please, go ahead. 好，
罗斯福号3月5日抵达越南岘港，3月10日离开。14天后，3月24日首次检测出3名士兵感染新冠病毒。从时间轴和病毒14天潜伏期的特性来看，罗斯福号在越南的这次访问成为其染疫的最大可能性。的确，从2月1日越南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到2月底时，前面的16例全部康复，看起来越南似乎并不严重。但好景不长，从3月6日开始，陆续有超过之前1倍的病例涌现，其中就包括了2名英国男性游客和在3月7日与之有过亲密接触的1名岘港本地女子相继确诊。一位现居越南的美国海军前军官福尔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岘港停留期间，获准上岸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极有可能去了与英国游客相同的地方。由于本人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去过越南，所以还真的不清楚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相关报道也没有指明，那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地方，这么吸引欧美人士相继前往呢？好，紧接着在3月10日结束对越南访问后，罗斯福号航母于3月15日与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和绿湾号2栖船坞登陆舰等多艘船舰在南海会合，并开展联合演练。在此期间，各军舰之间通过直升机进行人员之间的交流。当然，这也成为罗斯福号染疫的另一个可能。几天后，到了3月19日，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爆发，美国海军也意识到这种病毒一旦在航母上爆发，后果不堪想象。所以，美军派出医疗团队在当天携带多种专业检测装备登上罗斯福号航母。这些设备包括了 Filmore 测试仪和一站式 PCR 检测机。换句话说，一旦航母上的水兵出现感染症状，就可以立刻在舰上进行检测，而无需将其送到岸上后再等待结果。最终，在3月24日，罗斯福号上开始检测出3名士兵确诊，而后病例逐渐增加，截止到28日，确诊人数迅速增加到36例。目前，罗斯福号已停靠关岛，但只能在外海停留。被感染的士兵将通过舰载直升机运送到关岛基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隔离和治疗，其他人将不得离舰。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不久之前停靠日本外海的钻石公主号呢？而航母内部的密封性可要比有着景观阳台的游轮好得多啊！好，这就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从离开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到最终染疫并停靠关岛的全过程。经过上面的介绍可见，在越南访问的5天，将病毒带上航母的可能性最大。但显然，越南网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结论，因为正是由于美国大兵的登陆，才使越南的确诊病例激增。所以，美国和越南的网友便在社交媒体上展开了论战。而另外一艘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也发现了2例新冠确诊。紧接着，另一艘卡尔文森号航母也传出有士兵开始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看起来，美国海军将难逃这次全球疫情的危机。而航母由于其密封性的设计，将成为重灾区。那么，美国这么多的航母，它们的最终命运将会是如何呢？这就要从它们部署的位置来分析了。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美国现役共11艘航母，编号分别从尼米兹的 CVN-68 到最后一艘福特号的 CVN-78。那么它们通常都是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拥有全球第一的海洋霸权。那么世界这么大，它到底需要多少支超级舰队呢？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美国的第7舰队驻扎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西太平洋，会认为美国海军一共有7支舰队。没错，美国确实是有7支舰队，但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从第1到第7，而是从第2、3、4、5、6、7和第10这7支舰队。那么第1去哪儿了呢？第1舰队的编号早在1947年二战后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1973年的时候改编成了第3舰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7支舰队所掌管的海域，请看这幅图。第2舰队负责美国东岸和大西洋，并可支援北约。第3舰队辖区是太平洋，包括白令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以及部分北极。第4舰队负责加勒比海地区和整个南美洲，它活动的地方就包括了著名的百慕大和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了。
第5舰队辖区范围从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到东非肯尼亚的印度洋海域，司令部在巴林。第6舰队辖区范围环绕欧洲和非洲的地中海、北冰洋、大西洋和部分印度洋，司令部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第7舰队则是西太平洋，总部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横须贺，驻地还包括韩国、新加坡及菲律宾等地，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其中最有名的海军基地就是太平洋的关岛和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第10舰队是海军网络司令部，主要负责信息战和网络战，是属于没有配置任何战斗船舰的特殊编制。所以准确的说法是，美国海军共有6支可在全球部署的海军舰队，而这6支舰队将根据各自战略需要，拥有1个或多个航母战斗群。而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第7和第3组成的太平洋舰队距离中国最近，对中国的威胁也最大。其中最为熟悉的第7舰队拥有1艘航母，就是刚才提到的罗纳德·里根号，它的母港就是日本的横须贺，也是唯一一个美国本土之外的航空母舰母港。提到日本横须贺，就多说2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4艘航母驻扎在此地，分别是1988年的独立号航母，也是美国海军第1艘以远东为基地的航空母舰。而后1998年，小鹰号航空母舰接替独立号航母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基地。2008年，华盛顿号进驻横须贺，接替小鹰号，是史上第1艘驻扎于日本本土的核动力舰艇。到了2015年10月，罗纳德·里根号进驻横须贺，直到现在。而第3舰队可以说是美国6大舰队里面阵容最为豪华的超级舰队了，曾经最多时同时拥有过4至5艘航空母舰，由此可见美国对于太平洋的重视。但虽说纸面上的阵容如此豪华，但由于美国现役航母很多都服役于上世纪70年代，而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更是已服役了长达45年。所以如此老旧的航母虽然战斗力仍在全球数1数2，但经常需要维修和保养，甚至为了延长寿命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所以虽然美国11艘航母号称全球到达，但实际上随时能用的只有几艘而已。美国航母按照当前的部署总共分为5种状态，分别是正在部署、立即部署、短期内可部署、1年内可部署和大修。而目前处于部署状态的是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和布什号，其中布什号航母的母港为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其所属舰队也是大西洋舰队。而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卡尔文森和罗斯福号刚才介绍过了，相继染疫，目前只能处于休克隔离状态，无法动弹。而另一艘隶属第7舰队的里根号航母则长期停留在母港横须贺，处于大修状态。非但如此，根据之前的报道，里根号航母上也有2名海军士兵确诊病例。所以在太平洋上活动的3支航母，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目前都无法正常运转。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需要从美国本土处于立即部署和短期内可部署状态的航母中抽调几艘来进行轮换。但并不是说换就能立刻换的。当前美国本土疫情大爆发，本土军事基地自然也未能幸免。且不说人员是否能配备齐全，就算能顺利完成轮换，最快也要几个月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多家媒体报道的美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已无航母可用。的确，在短期内，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处于一个航母真空的状态。那么这是否像网上说的那样，给了疫情逐渐降温的中国在台海和南海更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机会呢？其实我并不这样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次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大好机会。现百般殷勤，不如一次雪中送炭。此次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西方主流英文媒体仍然是以仇中为主要论调，不是批评封城隔离等手段罔顾人权，就是质疑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但随着疫情在欧美等国的大爆发，此种论调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例如加拿大的 Global News 的一篇新闻报道，讨论点集中在于美国开始在美加边境部署军队，防止加拿大人进行偷渡。
另一个则是中国人投桃报李，回馈加拿大医疗物资。两相对照，这可是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待遇。而下面的留言讨论则集中在我是一个加拿大人，偷渡到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做什么呢？整体来说，此次疫情将加大美国霸权的衰落，进一步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但又不会立刻扭转当前的既有国际秩序。所以这就敦促中方必须使用和平外交的手段，而不是贸然进行军事行动。此时在台海和南海用兵，非但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也会让中美争斗的焦点转移到美国最强的军事方面，这岂不是正中美方下怀？这种为了短期战术机会而选择长期战略自杀，无异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我想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会采取这样的决策。好，今天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漂浮在海上的美国航母是怎么感染新冠病毒的，还有美国的11艘航母和7大海军舰队当前的部署情况，以及此次疫情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要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